1929年9月3日，道琼工业指数收在381点，那是当时的历史最高点。全美有3000万个家庭持有股票，司机、农夫、学校老师、家庭主妇，所有人都在玩股票。一位叫 Joseph Kennedy 的富商，有天早上在擦鞋，擦鞋的小男孩给了他一个股票名牌。Kennedy 站起来走进办公室，把他手中的持股全部卖掉了。上一集我们看了 Newton 在1720年的南海泡沫。那个故事对你来说可能还有一点距离，毕竟那是300年前的英国。这集的故事离你近一点，不是你的故事，是你祖父母或曾祖父母那个时代的故事，但机制完全一样。这集我要带你走进1929，看懂什么叫羊群效应的顶点，看懂为什么全民都在玩股票，恰恰是最危险的讯号。还有，顶点到来之前，有没有任何人看得出来？要理解1929年的崩盘，你必须先感受那10年的气氛。1920年代是美国人第一次相信永远的繁荣是可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美国从欧洲战场回来，成为世界头号债主。工厂在生产汽车、冰箱、收音机，这些新科技走进了普通人的家。股市每年都在涨，年年创新高。1920年代的股市，道琼工业指数涨了将近5倍。银行开始提供信用购股的服务，只要你出10%的本金，就可以买进10倍的股票，杠杆变得唾手可得，风险却被完全忽视。那个年代的流行语是“美国梦正在实现中”。有个叫 Irving Fisher 的耶鲁大学知名经济学教授，在1929年10月15日公开说了一句话，后来成了教科书里的反面教材。股票价格似乎已达到一个永久性的高水平。说这句话的整整2周后，崩盘开始了。这个故事最早的第一手版本其实出自 Bernard Baruch， 1929年大崩盘前夕，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投资人之一。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当他发现连擦鞋的男孩都开始给他股票名牌，他默默地把自己的部位出清了。Kennedy 的版本流传得更广，更戏剧化，但历史学家对 Kennedy 的真实性有所保留。Baruch 的版本有他自己留下的文字记录，两个版本捕捉的是同一的现象。当一个市场的话题已经流传到最底层的日常对话时，这个市场离顶点就不远了。这不是在嘲笑擦鞋童，这是在说，当一个讯息已经传到最后一层，代表大多数能出手的人已经出手了。接下来，能推动市场继续上涨的新买家正在快速消失。但在1929年，没有人想听这个逻辑，他们只看见股票还在涨。当然，1929年不是所有人都乐观的。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Roger Babson， 他是一位独立的商业统计学者。在1929年9月5日，就是市场顶点的2天后，在公开演讲中说了这句话：股市迟早会崩盘，可能崩掉60到80点。那一天，道琼当场掉了近3%。那天的崩盘后来被叫做 Babson Break， 但市场很快就回弹了。大多数分析师嘲笑他悲观，报纸说他总是这么说，连 Irving Fisher 也出来反击，说 Babson 的模型是错的。市场在警告发出后又涨了1个多月，才在10月崩盘。这给了所有嘲笑 Babson 的人足够的时间去说，你看他说错了。这也是泡沫的另一的特性，警告在顶点之前都不会被当真。因为警告如果太早发出，市场还在涨，说警告的人会先被打脸。只有崩盘发生了，人们才会回头说，他当初说过的。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市场开盘不久，卖单像洪水一样涌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一批刚敢操作的投资人遭到追加保证金，被迫卖出，触发了连锁反应。道琼在开盘后几小时内跌了超过11%。一群银行家，包括摩根大通的代表，在午休时间紧急开会，集资买进蓝筹股，试图稳住市场。这个动作让下午稍微回稳，但好景不长。10月28日，黑色星期一，道琼再跌13%。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再跌12%。3天蒸发了数十亿美元。更可怕的是接下来3年，道琼从高点的381点，一路跌到1932年7月的41点，3年跌掉了89%。整整25年后，1954年，
道琼才重新回到1929年的高点。股市的数字告诉你的只是一部分故事，真正的代价是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信用购股让数百万普通美国家庭欠下巨额的股票贷款，股票归零，但贷款不会消失，银行挤兑开始。1929到1933年，美国有超过9000家银行破产，农夫的农地被银行收走，工厂大量裁员，失业率从 3% 攀升到 25%， 每4的美国人就有1个没有工作。这个时代有个名字叫大萧条 The Great Depression， 它不是一个交易所的悲剧，它是一整个世代的创伤。直到今天，很多研究者相信大萧条的心理阴影改变了那个时代的人对金钱的态度，往往是一辈子。1929年的大崩盘，核心的心理机制叫做羊群效应。它的逻辑很简单，你跟别人走，不是因为你没有判断力，而是因为这样感觉更安全。想想这个场景，周围所有人都在买股票，都在赚钱。如果你不买，你可能会后悔；如果你买了，就算输，你至少跟大家一起输，你不会是那个异类。这种逻辑在演化上是有意义的，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里，跟大家走确实比独立判断更安全。但在金融市场，这个逻辑是致命的，因为市场是一个反向机制。当所有人都一起买进，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人的乐观，未来能继续上涨的空间正在快速消失。真正的风险恰恰在所有人最不恐惧的那一刻，那一刻正是1929年9月3日。1929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顶点有没有任何可以察觉的讯号？答案是有一些，但没有一个是精确的。第一个讯号是信用的极度扩张。当人们可以用 10% 的本金撬动10倍的股票，整个市场建立在杠杆的地基上，任何一个小冲击都可能引发骨牌。第二个讯号是非典型参与者的涌入。当擦鞋童、你的邻居、计程车司机开始给股票建议，这不是说他们的判断一定是错的，而是说市场的买气已经到了最后一波。第三个讯号是这次不一样的论述大量出现。1929年有人说永久性高水平，每个时代的泡沫都有一个解释为什么这次不同的故事。这些讯号不能精确预测顶点，但它们可以告诉你风险已经不对称了。下一集我们要跳到1998年，遇见2位刚刚拿到 Nobel Prize 的天才，他们建立了一个不可能亏钱的模型，然后亏了46亿美元。1929年的崩盘不是因为所有人都很蠢，那个时代有很多聪明人，他们有些人看出了泡沫，有些人尝试发出警告，但想要相信繁荣会继续的力量，比任何警告都强大。如果这支影片让你对羊群效应有了新的理解，记得追踪分享给朋友，让财富与人性系列陪你把这300年的故事走完。我们下集见。